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，当你了解所有的事件都应该会被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会停止抱怨。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你可以去发掘一下你身边的人类，包含我以前还没练习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人类。就是没有练习过的人类总是在抱怨着，总是在抱怨着，而且有时候没练习过的人类生气的点很奇怪。我现在看着那些没练习过的人类，有时候回想一下，我以前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？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没练习过的人类，包含以前的我。我举例一些生活上的例子，让大家去思考一下。比如说，以前我还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会，碰到事情就是会 argue。比如说停车格，我跟他同时找到，我跟对方同时找到，他也想要那个停车格，我也想要那个停车格，于是我们就僵在那里，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让谁，然后看谁气场，看谁愿意先退下。这个时候你在车上，你可能就会生气，就会觉得这是我先发现的，他怎么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跟我抢车位这样子，然后可能在车上就不断的抱怨那个要跟你抢车位的人，然后再看我忘记了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在现实生活上一定会发生过的。以前我真的就是会抱怨，然后会生气那个对方。如果他真的是一直都不让我，当然会离开啦。但离开的过程其实是心情是，不开心的嘛，因为他抢走了我原本看到的车位，这是一。二，或者是说，今天可能你在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为了要让他找一个整数，所以你会多给他一些零钱，然后让对方来找你一个整数。可是对方可能他后面有人在排队结账，所以他可能速度很快，就把你的钱收进去，然后就放进那个抽屉里面，然后找你是找错误的钱，就是他找了不是你当初你想要那个整数，就是纸张或是没有零头的那个，就是找钱找错，他少找给你，因为你多给他，希望他找给你整数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。那以前的我呢，可能就会说：“小姐，你找错钱了，我刚刚给你多少多少钱，那我希望你找回来的是一个50或是一张100，可是你没有他就会开始跟你说：小姐没有，你刚刚给我不是这样的钱哦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以前没有练习过的我就会跟他争执。我刚刚真的皮包就多少零钱，我拿给你了，可是你现在没有，然后那个对方可能就会跟你说没有啊，我刚刚就看你是拿多少钱给我啊，你可能就会在那边有点争执。以前真的会这样，以前这是第二个，我觉得还蛮常发生在生活上。然后再来第三呢，可能开车的时候，有人突然超车，然后让一下子塞进你的前方的时候，你就会吓一跳，然后你就会整个就会觉得，这个人到底会不会开车啊？怎么开车开成这个样子？然后就会一堆 OS，一堆 argue 在心里，然后一堆的生气，因为会生气，他可能害你差点撞车或什么，或是差点害你偏离轨道，就是超车这件事情，可能你会觉得哎好生气。然后那我们不要讲超车，那可能讲乌龟车在你前面挡着，你可能也会很生气，也会很生气。到底会不会开车啊？高速公路怎么开这么慢？什么之类的。如果开这么慢，就不要上高速公路啊！巴拉巴拉巴拉，心里一定很多很多 OS，对吧？这是一般还没有练习过的人类会有的常态。我以前应该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以前要跑课，我以前接家教比较多，所以我给我自己 A 到 B， 如果只给20分钟，我一定要在20分钟之内到达，所以我开车其实是还蛮快的。
那当有乌龟车的时候，以前还没有练习时，是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。再来还有下班时间，以前啊，以前在打工的时候，就是你会很在意下班时间，就是不允许多了那么一点点，所以你就会一直在看，哎，剩下5分钟了。如果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做超市的服务人员，快要5分钟了就不希望有客人进来。那明明是比如说营业到10点好了，那如果9点58分的客人，我就会跟他说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打烊了。”懂吗？就是，以前还没练习过，因为超市这件事情，其实你有时候去一些，有一些有时间，比如说全联啊，或者是顶好像有24小时，就不是24小时的超市。有些服务人员真的就是很希望他早点下班，所以他可能明明是10点半打烊，他可能25分他就不接客人了。他就可能在门口告诉你：“诶，小姐，我们打烊咯。”那个时候我就看到，好像是我以前哦，就是好像看到以前的我，就是种种之类，都是生活上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。你们可以思考一下，这些都是没有练习过的人类，所以才会 argue 着，一直 argue，一直抱怨，一直生气。可是经过练习之后，你知道这些所有事情都是会被发生的，都是会被发生的。就不会生气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？是因为我说老天所有的安排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巧妙的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跟交托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的安排绝对有它的道理，绝对有它的道理。比如说刚刚讲的停车格，当你发现你跟另外一个人找到同一个停车格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在考验你是要人性还是神性？当你的人性很大的时候，你就会在车上像我一样在车上抱怨着他怎么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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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经过练习的我不会了，让他，而且我知道下一个车位会更好，真的，下一个车位真的很好。比如说，当这个事件被发生，就是会被发生，但是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安排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。再来说找钱，我现在如果对方跟我找错钱的话，我不会跟他争执，其实就是老天在考验着我嘛。你是要人性还是神性？那我就原谅他。那我知道，我现在漏失掉了，少了这些钱，在可能下一刻或者是隔天，我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，这也是真的，这也是真的。所以，现在如果找错钱，我就不会再跟他起争执，而且心里还会祝福他说希望你不要遇到，就是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可能下个客人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会用祝福给对方。再还有讲的超车啊、乌龟车，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天天要开车的人，一定都可能会碰到的状况。现在的我也不会生气，那我知道这就是应该会被发生的事情，那我就会可能超车的那个人，我就会还是祝福他，希望他开车能够平安，不要去影响到别人。那你如果说碰到乌龟车的时候，我就会跟我自己说，碰到乌龟车了，就是老天要我慢一点，又或者说，可能我跟别人约的时间，对方也会慢一点，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个乌龟车，只是老天告诉我说不要紧张，没有关系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巧妙安排，不要太过于担心。所以现在碰到超车或者乌龟车，我都不会有 argue，然后我只会就是祝福着对方。然后你也会发现，真的很多事件，不管是遇到了很不会开车的人这样乱开，让你觉得觉得很惊讶、很惊吓。然后，但是你会知道，这是我遇到超车，那我要更注意，我要更注意我自己开车，尽量不要跟他们那些人有摩擦到。那乌龟车就是知道我要慢一点，就不会有情绪了。再来下班时间呢，就是
一样嘛，凡事利他，哪怕是超过一点时间，如果是现在的我，也无所谓，也无所谓。也就是说，当我知道每一个事件都会被发生，而且每一个被发生的当下都在考验着你神性、人性、人性、神性。当你一直每一个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当下碰到的状况，你都知道这是应该被发生，而且正在考验着你的时候，你会好好思考我要怎么样去圆满这一件事情，不会有太多的抱怨。所以我现在几乎是没有抱怨的。也就是说，练习过后，你就不会像一般人类一样一直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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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个不停，然后永远都是别人的错，忘了自己。了解吗？所以今天用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当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应该要被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不再会有抱怨了。记得人性、神性，你选哪一个？I love you，拜拜。